若家里有供奉祖先，一般在亲人离世后的3年，家属会请师傅来诵经进行合炉仪式。一旦和祖先合炉后意味着往生亲人呢正式离开阳世，即将成为祖先。什么是合炉？亲人离世后过了多久才能进行合炉仪式呢？嫁出去的女儿可以参加合炉仪式吗？今天和你聊合炉仪式，千万别走开哦。合炉也称合火，是指将往生亲人的香和祖先的香炉透过仪式进行合炉，并且把往生亲人的牌位列入祖先牌位中，象征往生亲人的灵魂转为家神，一同接受阳世子孙的祭拜。按照传统礼俗，合炉的时间点呢，会是在亲人离世后3年的祭祀仪式进行。不过，随着时代变迁，为了配合现代人工作繁忙，加上少子化和重阳风，礼俗也慢慢开始简化了许多。现在多数是对年后进行合炉仪式。那为了方便拜祭，选择49天或摆入合炉的都有。合炉可以分为3种形式进行。第一是在家安灵，对年后合炉；第二种则是从墓园请回家合炉；最后一种呢是在山庄或庙合炉。第一种是出殡后在家摆放一个小桌子安灵供奉，直到合炉。第二种是没有在家安灵，家里有历代祖先牌位，对年后请回家合炉。第3种呢，则是在家没有安灵，又没有历代祖先的牌位，但在山庄或庙宇则有。我们先说合炉前段，首先呢，必须确定要请去哪里合炉。为了避免破日，可以请专人挑选一个吉日进行仪式，日子时间定好后，再确定出席人数。在传统中同姓的直属亲人和媳妇都需要参加合炉仪式，出嫁女儿不可以参加合炉仪式。以前人认为嫁的女儿就是要去代奉丈夫家的祖先，所以嫁出去的女儿、女婿和外姓的子孙呢，都不需要参加原生家庭的合炉仪式。生活在性别平权的时代，若家中没有特别的限制，出嫁的女儿、女婿或是外姓的子孙一律可以参加合炉仪式。看似简单的仪式，却包含着慎终追远的意义。我们可以以守礼而不是守旧。合炉第2段则是准备贡品，你可以自行准备或托人包办。贡品可以选择素食或荤食，那通常呢有饭菜、茶、水酒、糕点和水果等等。来到后段就是合炉当天，合炉是祖先的大日子，记得一定要端庄精神的参与整个仪式。你可以选择师公或师父通过诵经完成整个合炉仪式。在家或同一个山庄合炉较省时，如果家里已经有安奉祖先，仪式会是这样进行的。首先需要先为往生亲人诵经，接着需把往生亲人的名字写进神主牌位的内牌上，最后将往生亲人香炉中的香灰及香脚放入祖先的香炉中，这样就完成了合炉仪式。整个过程呢，大约是30到60分钟左右。从一个地方请去另外一个地方合炉呢，就多了一段路程。这段路程我们需要用引路香引导祖先。除了引路香也看过顾客拿一把香炉里的香灰回家，然后呢放进去祖先牌位的香炉里，意思是请祖先和离世亲人呢一起回家合炉。如果是在同一个山庄进行合炉仪式的话，那就简单，拜祭和诵经完毕后，直接请到神主牌大厅合炉，
炉。仪式完毕后就圆满结束啦。神主牌安奉在家和山庄有什么不同呢？想知道的朋友请按赞支持，我会安排出第2期哦。合炉就像一家人齐齐整整，往后也要一家人一起作伴的仪式，这也算是华人传统强调的团圆。宗教不一样，加上每个地区的礼俗略有不同，但意义还是蛮相似的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Precious Team 呢正在招聘富贵生命经理师，如果你已满18岁，对这个工作岗位有兴趣，然后又想增加自己的收入，或者是你想换一个工作环境，赶快点击以下的 link 联系我吧。我是总监 Alice Khoo 生命经理师，我们下期见。